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经典的游戏《科乐美世界》。初始呢，咱们只能使用科乐美超人，还有科乐美小姐。游戏由6个关卡组成，分别是大道五右卫门、恶魔城的关卡、七宝奇谋的关卡、大金刚的、风月魔传的，还有魔爱军的。我首先选择的是大道五右卫门的关卡。咱们先把这个大道救出来。游戏的剧情呢是邪恶的瓦鲁达抓走了这些游戏世界的英雄们，肉桂博士呢召唤了科乐美超人还有科乐美小姐来把他们救出来。那为什么要有2个人呢？因为这2个人搭配干活就不累了，对吧？首先选择大道五右卫门的关卡，是因为这关的难度不算高，而且能够拿到能量胶囊，这样清兵的速率呢会高一点。每个人物呢是由主武器攻击，还有副武器的，但副武器需要收集。咱们收集到的屏幕上方那一条右下的子弹就是弹药，这个弹药呢所有人公用，而且呢攒满100个弹药可以复活一个英雄。如果你团灭了，这个弹药数是减半的。这里呢需要收集第1个道具，但是收集这个道具啊是利用到了游戏的一个机制。我不认为这是一个 bug 啊，虽然理论上呢咱们现在不应该收集这个道具，但是可以利用人物挂掉的时候从屏幕这里掉下去，然后碰到那个道具，就算是捡到了。胶囊呢在下方，咱们就等于卖了1个人啊。因为下一关我想去七宝奇谋的关卡能够捡到科乐美超人的武器，所以说这里就把科乐美小姐给卖掉了。继续往前走，这样这关的第1个任务完成。第2个任务呢是去拿钥匙。咱们救出这些英雄，他们都关在笼子里，想要救出他们呢需要拿到钥匙，把笼子打开，然后呢再收集他们的副武器，这样才算过了1关。所以说别看游戏只有6关，但流程还是很长的。那每关呢基本上要打个6到8分钟左右。这个龙很抗打，而且呢这个龙让我想起了魔界村啊。咱们拿到了钥匙，现在去救人。每关的关卡都是一个迷宫，这个箱子在闪光，而且带一个问号。像这种箱子呢就需要大道五右卫门的能力来打开。这些游戏英雄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通关过程当中需要利用到这些能力呢，也互相影响，尤其是影响关卡的流程。虽然呢这些关卡刚开始你都可以选择，但不是每一关你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都可以打到最后的。这里把他救出来。比如说七宝奇谋主人公麦奇的能力就涉及到大金刚那关能否顺利进行，所以说流程上呢还是有一定的顺序的，虽然玩家是有一些自主权和自由度的。这个龙爆出了一堆心啊，按照这个节奏呢我就很难过这关之后攒满100个弹药了，这样科乐美小姐想复活恐怕要等到下一关之后了。咱们救出人之后要去拿他的副武器，就在这儿。那这里呢咱们利用到拖屏暂停，人物向左移动，然后不停的按暂停，这样能够把那个道具从墙的另一侧拖过来。其实正常情况下，如果拿到那个道具，需要在这个地图啊绕啊绕。
这样就可以在不绕路的情况下拿到这个招财猫了。好，现在拖出了一大半了，再拖一次差不多。能把它拖出个边儿，就算捡到了。这样呢，本关的任务就完成。咱们需要离开这个关卡。离开的方式呢，或者咱们是走到本关的开始的位置，或者呢是找到本关的隐藏的传送站。那咱们现在去传送站。传送站基本上每关都有，但是大金刚那关是没有的。所以说那关如果你想要结束关卡的话，需要走回初始的地方。大道无忧卫门，它的攻击的打点稍高一点，可以攻击到头上的敌人。掉了2滴血。这款游戏呢，爆出的道具很多，而且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说你可以刷刷刷。好的，出来了，咱们要进2号门，继续选这些关卡。1号门呢是博士的所在地，咱们可以回血，可以复活。这里第2关，我选择了七宝奇魔的关卡，又被电了。我有个建议啊，你这个传送站能不能做的不要这么高压呀？每次传送都被电一次，让我想起了重装机兵的明奇博士。多打几关都被电糊了。那这关的迷宫走起来呢是很有说道的。咱们基本上有3种玩法，像我给大家演示这个关卡呢，就需要采取最常规的方法。这个地方有一点危险，利用到咱们的副武器。弹药77，但是这关呢还有一个闪光的弹药，可以直接加100发的。所以说科乐美小姐在这关过关之后肯定会复活的。前面2个箱子不要了，2个加血的道具而已。咱们首先呢奔钥匙，钥匙捡完好救人啊。这里能够捡到科乐美超人的武器，这把手枪。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第1关我没有卖这个超人。我等了一下，他还是撞到我了。咱们的血量掉的很多了，但是没关系啊，这款游戏爆血量还是爆的不少的。快到钥匙的场景了。钥匙这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除了钥匙呢，还能够看到七宝奇谋主人公麦奇的弹弓。但是呢，你很难一次性把他俩拿齐。当然也有一次性拿齐的方法，这就涉及到本关的走法了。那我展示的呢，刚才也介绍了，就是最普通的走法。还有一种走法呢，就是咱们在拿到钥匙之后，直接跳到岩浆里。跳完了之后呢，下一个人物直接从上面的平台出来，这样就可以不走本关左边那一小半地图了，可以省一些时间。这里就是钥匙，还有弹弓。还有一种更高级的走法，这种走法呢是不考虑本关的流程怎么玩，而是把整个游戏看成一个整体。因为关卡之间的钥匙呢是互相继承的，咱们可以在其他关拿到钥匙，然后先救人，救完人之后呢，来拿这把钥匙，然后跳坑，然后再拿这个弹弓，再传送走。
但是这种玩法呢，需要玩家对整个游戏的细节都比较了解，对整个的地图路线也很了解。所以说最后这种玩法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它跟咱们这些普通玩家关系是不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小伙伴当年在红白机上玩这款游戏的时候，都是像我这种慢慢走，稍微对游戏有一些理解的，可能会想到跳坑的玩法。好了，那咱们拿到了钥匙，拿到了克乐美超人的武器，咱们现在去救人了。救完人之后，咱们去拿弹弓，拿完弹弓，咱们再传送走。这样拿完弹弓之后呢，我走另一条路线，回到传送站那个位置。另一条路线呢，难度比较高，一般小伙伴可能会选择绕行，因为那里火龙比较多。但是既然本关的左半部分我都给大家演示了，那也不差下边这半部分了。这个楼梯下方就是传送站，离这个救人的位置很近。好的，七宝奇谋的主人公救出来了。七宝奇谋也是很经典的游戏啊，我之前也给大家录制过1代和2代，但很可惜，我录制的时候呢，2代还没有汉化版，录制的是一个日文版。现在好像有汉化了吧，有机会给大家录制吧。那款游戏呢也有大量的解密要素，当年可能因为语言障碍，很多小伙伴没能够通关。七宝奇谋的人物呢，特点是个子矮，很多攻击呢打不到他，并且呢，他能够通过一些比较狭窄的地形。救大金刚就靠他了。现在去拿弹弓。我手里呢是有这款游戏的美观的地图的，有机会呢在动态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地图玩这款游戏呢就简单很多了，但是当年玩这款游戏都是自己手绘地图，哪有什么攻不攻略的。当年毕竟环境稍微封闭一点，游戏的一些经验都是口口相传的。好，在这儿把弹弓拿了。这个闪光的弹药，我直接现在弹药250发了。这次呢，咱们走下路。喷火的这个龙打人真的是疼啊！这样的话，本关地图这些细节都给大家演示了。那如果我是逃课打法的话，可能左半部分还有下方这一点大家就看不到了。去传送站。回去之后呢，这次咱们弹药量够了，所以说去复活。可能有狠的小伙伴就把所有人都跳到坑里完事儿，那样更省时间，但是你的弹药量就减半了。复活需要找这个黑色的博士。这个皱纹看起来不是那么神圣啊。还有养猪的元素在里边。好的，下一关咱们去大金刚的关卡。因为已经救出了七宝奇谋的主人公麦奇，麦奇又被电了。这一关需要利用到他的能力，从一些比较狭窄的地方钻过去。把弹弓掏出来了，这个弹弓真的是经典啊！在七宝奇谋里没少用这个武器。
这个位置呢，只能用它钻过来。有小伙伴可能表示，为什么这个地图看起来和大金刚没什么关系呢？那这里说的大金刚真的是大金刚，这个大金刚是和哥斯拉打架的那个，而不是地球最强法务公司的那个。所以说，看起来这个地方充满了未来科技的味道。这关咱们先去拿钥匙，然后救人，救完人之后拿副武器。本关呢就是这些任务。有的时候下楼梯啊，我有点对不准，他的这个判定是稍稍有一点怪异的，他要在楼梯前面一个台阶左右的位置，这个要求还比较严格。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对不准的。除非呢，这个比较窄。拿这个钥匙需要打一个 BOSS。BOSS 的导弹已经扔过来了。和他拼了！玩这款游戏就要有拼命的勇气。如果一点一点啃的话，我估计啊，想要通关需要打2个小时。以我现在的精力呢，录一期也是打不完的。大概每期呢给大家打3关。这个 BOSS 还挺抗打的。打完爆出了钥匙，这样咱们去救人。其实救人的环节我感觉有一点多余，因为每次咱们用完钥匙之后啊，你感觉他们就是自己从笼子里钻出来的，没咱们什么事情。我半血了，马上就给我一个大的，所以说血量不需要怎么担心。而且血量呢，每个任务是单独的，并不是共用的。咱们打头上的敌人，利用到无忧卫门，打点比较高。我上来先看了一下形势，还对了，他们在我头上扔东西啊，血量又要加满了，这。咱们打的已经够浪的了，那有一个血瓶，记着后面来捡啊。快到了，前方不远。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这款游戏可能迷路了。里面有血啊，大家恢复一下吧。刚刚下面这个怪没打出弹药。从这个楼梯上去就到了。大金刚的特点呢是攻击力比较高，而且跳的也比较高。有了它之后呢，咱们可以利用一个高跳的 bug， 跳跃途中不断的切人，这样可以跳到原本跳不上去的台阶。像屏幕现在两侧的这个石头，咱们就能跳上去。
这里直接往上跳，神奇啊！克乐美小姐好久不出来劈腿了。现在呢，要去拿大金刚的副武器星椒。行了，到了，然后呢就可以过关了。但本关呢前面也提到了，它是没有传送站的，所以说咱们要走回本关开始的地方。这个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呀？这个血瓶呢顺路带走，这样真的可以过关了。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这款游戏啊，没少迷路啊。正常现象啊，如果没有经过 JRPG 洗礼的小伙伴，迷路真的是正常。这里就直接跳过来了，咱们不从下面钻了。到这儿呢，一拳一个飞船。血量都加满了。那好吧，本期呢时间差不多，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本期咱们攻略了3个关卡，下一期呢咱们继续。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